第55章，不小心。不得不说，米特尔拍卖场的宣传效果的确非常强大。在萧炎将筑基灵液交给拍卖会仅仅1天之后，几乎乌坦城大大小小所有势力都知晓了这一消息，顿时所有人都是心血沸腾了起来。与上次拍卖会所拍卖的玄阶高级功法不同，那种天价物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大势力够资格拍买，其他实力较弱的势力都只得望洋兴叹。而筑基灵液对很多人来说却是要显得更加现实一些，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尽快地成为一名斗者，很多长辈都愿意花钱购买这种实惠却又不是特别昂贵的东西。当筑基灵液在乌坦城中传得沸沸扬扬之时，身居家族中的萧炎也是逐渐听到一些风声，看着区区7瓶并不纯净的筑基灵液被闹得这般隆重，他在惊愕的同时也是再次感受到了丹药在这块大陆上的独特魅力。在第2天的时候，萧家也是收到了米特尔拍卖场的邀请函，或许是因为上次萧战给萧炎购买了筑基灵液的缘故吧，对于这再次出现的筑基灵液，家族中的几位长老也是颇感兴趣，特别是几位还有子孙未能到达斗者级别的长老更是热切之极。在下午之时，本来打算独自溜出去的萧炎却是被萧战派人抢先通知了一声，无奈他也只得跟在抱信人身后，对着家族大门处走去。来到大门处，不仅萧战在此处，就是连几位长老也是涌在这里，看上去极为热闹。抬头望着慢吞吞过来的萧炎，萧战咧嘴一笑，扬手催促了一声。看着父亲催促，萧炎叹了一口气，走得近了，眼角却是瞟见了萧战身旁的2人，眉头不由得微皱，磨磨蹭蹭的跟个女人一样望着皱眉的萧炎。等了半天的萧玉心头也是略微有些火气，冷冷的出言嘲讽道：“你忙着赶丧啊？”萧炎斜瞥了萧玉，淡淡的声音让得后者差点将一口银牙蹦碎。噗嗤，人群中少女轻笑声宛如银铃般的传来。微偏过头望着人群中间的轩儿，萧炎冲着他耸了耸肩，笑道：“你也去拍卖会？待在家族中很无聊，去看看也好。”轩儿挤出人群，与萧炎并排着，嫣然笑道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些筑基灵液而已，对你可没什么作用了。”萧炎随意的笑道：“哼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要不是你靠了那东西，能这么快就与我平级？”那被萧炎打得休养了2个月才康复的萧宁，望着2人笑谈的亲昵模样，脸皮一抽，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出言讽道：“骨头又痒了。”抬了抬眼皮，萧炎似笑非笑的道：“你……”脸庞一怒，萧宁紧了紧拳头，旋即又慢慢的松了下来，冷笑道：“你别得意，这次你把我打伤，我还真得感谢你，要不是这段时间的静养，我恐怕也碰触不到第9段斗之气，顶多再有7天时间，我便能进入第9段斗之气，到时是谁骨头痒，那还不一定。”听着萧宁此话，围拢在周围的长辈族人不由得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而一旁的大长老老脸也是略微有些得瑟，想必是认为这孙子给自己长了不少脸。萧战眉头微皱，有些不悦地瞪了大长老一眼，刚欲挥手让众人动身，却是忽然瞧得萧炎小脸上的一抹戏谑笑意，当下不由得一愣，到嘴的话也是咽了下去。望着一脸冷笑与得意的萧宁，萧炎抿了抿嘴，沉默了一会，方才烧了烧头，无奈的轻声道：“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前几天一不小心到第9段了，看来你恐怕又比我慢了。”啊！萧炎此话出口，周围的族人顿时一静，惊愕的目光瞬间转移到表情有些无奈的萧炎身上，不小心突破了。哭笑不得摇了摇头，众人心头暗道：这小家伙真是存心打击人呐，可怜的萧宁。听着萧炎这话，萧宁脸庞上的得意骤然僵硬，嘴角一阵抽搐，喉咙滚了滚，死死地瞪着萧炎。片刻之后，终于颓丧地软了下去。本以为此次的触摸瓶颈能让自己取回一些脸面，没想到却是换来了更大的打击。玉手拉着颇受打击的萧宁，萧玉狠狠地剐了萧炎一眼，不过却少见的没有出言讽刺，只在心头嘀咕道：这小混蛋到底怎么修炼的？这才2个多月时间啊，怎么就到第9段了？
即使是平日和萧炎非常不对路子，可萧玉心头依然是对萧炎的修炼速度感到有些震撼。哈哈，望着周围脸露惊诧的族人，萧战皱起的眉头顿时舒展了开去，开怀地大笑了几声，瞟了一眼老脸无奈的大长老，大笑道：“走吧，走吧，拍卖会快开始了，大家别再拖延了，不然去晚了被人家抢了就不好了。”目视着几位长老走出大门，萧战忍不住地回头，开心地揉了揉萧炎的脑袋，畅快地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又给父亲我长脸面了。那老家伙今天在我面前说了不下10遍他孙子如何如何的了，听着我都快烦死了。不就是想让家族出钱给他孙子买一瓶筑基灵液吗？拐弯抹角的，真烦人，老吝啬鬼。”被揉乱了头发，萧炎苦笑了一声，无辜地摊了摊手，抬腿走出大门，无奈的道：“本不想说的，可那家伙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刚刚出门不远的萧宁听着萧炎此话，嘴角一抽，心中实在有些郁闷与哭丧。